这几年啊，这个网上有个词儿特别的火，叫迎学。啥叫迎学呢？就是不管发生了啥事儿啊，哪怕是这个天塌下来了，哪怕这个脸都被打肿了，我都能从一个刁钻的角度论证出我赢了，或者是我没输。再不济就是虽然我输了，但是你输的更惨，这门学问啊，咱们必须要承认啊，这个印度的造诣那是独步天下，谁也比不了。最近这段时间呢，这印度军工圈的迎学啊，真的是一出又一出啊！前天刚说2个赢法啊，这不今天又整出了新花样，这一套组合拳下来啊，我都看傻了。今天啊，咱们就来看看他们这个脑回路它到底是怎么长的。这事情的起因呢，是11月21号，印度那个被吹上天的国产之光光辉战机，在这个迪拜航展上闯大祸了。在众目睽睽之下啊，这架光辉战机飞着飞着，突然就不听使唤了。他没有搞什么花哨的机动，而是直接用一个近乎垂直的姿态，咱们俗称倒栽葱。最惨是什么呢？是那个飞行员啊。按理说这个飞机不行了，你人得跑啊，弹射座椅是干嘛吃的？但是那天吧，也是邪了门了，连英国那个号称是挽救无数生命的马丁贝克弹射座椅啊，也没好使，飞行员没有弹出来，当场牺牲，一头就往地上扎。那这一下子啊，这个印度啊创造了3个尴尬的记录。第一，这是迪拜航展举办40年来第一次发生这种当场摔烂的坠机事件。这第二呢，这是近年来世界各大航展上少见的严重人员伤亡事故。还有这第三啊，这印度啊凭一己之力把马丁贝克弹射座椅啊那个引以为傲的成功率硬生生给拉低了一截儿，这脸丢的啊，那是直接丢到了姥姥家呀，全球直播呀。这按照正常人的逻辑啊，出了这种事儿，第一反应应该是赶紧查查这个飞机哪儿坏了呀，是不是这个螺丝没拧紧，还是这个飞机的软件有 bug？ 但人家印度人不是正常逻辑啊，这飞机刚摔完，残骸还在冒烟呢，这印度的舆论场先炸了，他们立刻就记出了迎学第一招，甩锅大法之错在美帝。这印度电视台的主持人在这个节目里啊，那叫一个义愤填膺哦。他们说啥？这事不怪我们光辉，光辉是完美的，怪谁呢？怪美国。那个发动机是美国造的，肯定是这个发动机不行。我要问问美国啊，你们交付的这么慢，是不是故意的？是不是供应链有蓄意破坏？是不是看不懂我们印度崛起啊？好家伙，这一顶大帽子扣过去啊，直接把技术事故上升到了国际阴谋论的高度。但是啊，这个美国人也不是吃素的呀。通用动力和美国官方一听，嘿，我还给你脸了，立马回怼，而且怼的是特别专业，特别冷漠。这美国人说啊，别扯那些没用的，我们家的发动机卖给全世界多少个国家了啊？哎，怎么就你摔呢？我们随时欢迎印度的空军来调查。哎，你看看到底是发动机的问题，还是你们那个拼凑起来的破飞机的毛病？这更有意思的是，这个美国媒体的报道，他们直接说别赖发动机了啊，光辉战舰那是你们印度本土航空工业的集大成者，这锅我们不背，这纯属你们技术不到家。这脸打的是啪啪作响啊！这眼看着赖不上美国人，这印度媒体一看啊，这招不好使了，那咱们换一招。既然赖不掉，那就比烂。这就是迎学的第2招，只要别人比我惨，我就算赢了。于是呢，一个叫印度智囊的网站，那是灵机一动，连夜炮制了一份数据图表。哎，这份图表我愿称之为2025年最强科幻小说。他们统计了全世界战斗机的坠毁率啊，你看啊，他们说这个美国的 F-16摔了650架，哎呀，太惨了。苏联的米格21那是寡妇制造者，摔了1200架，更惨。然后重点来了啊，他们把这个目光啊投向了东方，投向咱们中国。这图表上赫然写着，中国的歼15舰载机坠毁数量超过300架。然后对比他们自己的光辉，总产量35架，摔了2架，坠毁率才 5.7%。结论，光辉战机性能吊打歼15，简直是世界上最安全的飞机之一。哎呦喂，300架哦！咱们先不说别的，我就问问印度那帮写文章的，哎，你们识数吗？根据这个西方的统计啊，包括咱们自己的公开报道，这个歼15从娘胎里生出来到今天为止，总共生产了也就大概那么多呀。那按照这个印度的说法啊，咱们是造一架摔一架，甚至还没有造出来就已经在这个图纸上摔了一次了。要是真摔了300架歼15，咱们的海军航空兵啊，还混个啥啊？那得是多少飞行员啊？那得是多少个亿的资金啊？
要是真这样子，咱们的航母出门都不用带飞机了，直接带上扫把去这个海上扫残还得了。这更搞笑的是啊，这个谣言传的是有鼻子有眼的。印度网友啊，在这个底下狂欢啊！你看，中国质量就是差，发动机的寿命只有300小时，摔了300架很正常。就连西方的军事媒体看了一眼都懵了啊！平时这个西方媒体也挺爱黑中国的，但是这回呢，连他们都看不下去了，心想啊，兄弟啊，你这造谣也得讲点基本法吧？300架，这数字夸张的连我们都不敢信。其实咱们都知道，歼15早期呢，确实是因为这个发动机问题啊，有过艰难的时刻，咱不回避，那是咱们用的俄制发动机。那后来换上咱们自己的，那是经历了千辛万苦才成熟的呀。但是你要说摔了300架，那纯属是喝高了说的胡话。但是这恰恰说明了印度人的心态啊，他们现在啊根本就不在乎光辉到底咋样，只要能编个瞎话证明中国更烂，他们的脆弱的自尊心啊就能得到极大的满足。这就是典型的阿 Q 精神数字化升级版。但是呢，谣言呢毕竟是谣言，骗骗老百姓行啊，骗不了真正买飞机的客户。迪拜那一摔啊，那实打实的把这个光辉的销路给摔断了。这个时候呢，印度媒体啊又开始反思了，但是这个反思的角度吧，那是相当的清晰。据这个印度防务之翼报道，他们觉得，哎呀，之所以摔飞机，之所以卖不出去，不是这个飞机不行哦，是因为我们没有一支专业的表演队。他们是这么分析的，你看法国达索卖阵风啊，人家是有专门的表演飞行员啊，那是全职干这个的，这个动作溜得很呀。哎，你再看这个瑞典卖鹰狮，那也有专门的团队。你看俄罗斯勇士和宇苑飞行表演队，那品牌多响亮啊。反观我们印度呢，我们的光辉战机区航展，那是临时从这个空军现役部队里抓壮丁。这些飞行员平时要战备巡逻，要守边境，累得要死。突然被拉到迪拜，说哥们儿上去飞2个高难度的，给这个客户看看，这能行吗？航展表演的那些动作呢，什么低空大迎角啦、急转弯、落叶飘，那都是玩命的活啊。这现役飞行员平时练的是打仗，不是表演杂技的。哎，你让他们临时客串，这不就是赶鸭子上架吗？所以这个印媒啊得出的结论是，错不在飞机，错在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太抠门了，没有组建个光辉专属杂技团。如果有一帮专门练特技的试飞员去飞啊，那肯定就摔不了了。嘿，这个逻辑啊，听着好像有点道理啊，但是细琢磨呢，全是借口。咱们得承认啊，这个专业的表演队啊，确实是能加分。但是啊，大哥，你这是飞机失控了，直接栽下来的呀，不是动作做丑了。你就是让这个汤姆克鲁斯来开，那飞机要是真失去了控制，他也得跳伞呀。把这个机械故障甩锅给缺乏专业表演，这又是一次完美的避重就轻。这最绝的来了啊！那既然想到了要搞营销，这印度媒体那是脑洞大开啊，给出一个终极促销方案。他们建议啊，不仅要组建表演队，还得推出双座版光辉的客户体验服务。啥意思呢？就是让那些想买飞机的土豪啊，什么沙特王子呀、非洲酋长啊，直接坐到光辉战斗机的后座上，带他们上天飞一圈。他们说啊，这叫沉浸式体验，这叫终极促销。只要带客户飞一次呀，感受一下推力和激动，合同立马就签了。我听到这儿的时候，真的，我手里的水杯差点没拿稳啊！各位，咱们换位思考一下啊。假设您是一位手握几十亿美元的客户啊，您刚在看台上，这眼睁睁的看着这架叫光辉的飞机像个秤砣一样啪叽摔在地上，飞行员都没跑掉啊。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印度的销售笑眯眯的走过来，指着旁边另外一架一模一样的飞机说：“亲，想不想体验一下飞翔的感觉？上车，我带你飞一圈。”你会怎么想啊？你肯定会觉得这家伙是不是想谋杀我，然后继承我的遗产？别人家搞后座体验，那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是建立在这个飞机啊飞了几万小时没出过大事儿，建立在极高的安全信誉上啊，那是锦上添花。你印度现在搞的这个，那叫送命题啊！你这哪是推销飞机啊？你这是推销棺材啊！咱们甚至可以想象那个广告语啊：光辉战斗机，一生一次的难忘体验。因为大概率啊没有第二次了。还真别说啊，这个印度总理莫迪老仙儿啊，之前还真坐过后座飞过30分钟，但这说明不了啥呀？这飞行员敢摔总理吗？那肯定是小心翼翼的平飞啊。真到了卖飞机的时候，不做机动，客户不买账，
那做了激动呢，客户怕没命。这招啊，简直就是要把潜在客户全部吓跑的节奏。哎，说了这么多啊，咱们是笑也笑过了，吐槽也吐槽完了。其实啊，印度这一系列的营销操作啊，不管是赖这个美国的发动机，还是造谣这个中国摔了300架，亦或是怪罪没有表演队，归根结底啊，都是在掩盖真相。什么真相呢？就是印度本土军工实力的虚弱。那个号称国产率很高的光辉，其实80%的关键部件都得靠进口，研发了40年啊，才憋出不到40架，连自己空军都不爱用。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打铁还需自身硬，营销手段再花哨啊，这个涂装再漂亮，表演队再专业，那都是皮毛啊。这真正的底气呢，是你飞机的性能，是你的可靠性，是你强大的工业体系。中国建15啊，虽然早期有过坎坷，但是咱们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呀。现在咱们的航母编队啊，在这个大洋上那是威风八面，这是靠吹出来的吗？这是靠干出来的。印度如果继续沉浸于这种精神胜利法，继续用造谣来找面子啊，那他们的光辉啊，恐怕永远也光辉不起来了。毕竟重力是不会骗人的，牛顿定律啊是不会听你解释的。飞机行不行？天上见飞小。所以啊，奉劝印度媒体一句啊，与其费尽心机的编瞎话黑中国，不如好好回去啊拧拧螺丝，把那个弹射座椅修一修。毕竟啊，飞行员的命也是命哦，别真把大家都当傻子忽悠。好了，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了。那对于印度这边坠机的营学表演，各位朋友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这个评论区聊聊。我是肖兰，我们下期再见。